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米兰。9月10号，美国犹他州一所大学突然传出惊天枪响，年仅30多岁的保守派代表人物查理·科克当场倒下。短短几天，美国社会就像被引爆的火药桶，有人守夜祈祷，喊回归信仰；有人因在网络上冷嘲热讽，直接丢掉饭碗，甚至面临签证危机。更离奇的是，这场风暴还扯出了华语圈知名大 V 二大爷。他在 X 上发帖冷嘲，结果被美国网友疯狂举报，连 FBI 国土安全部甚至国务卿卢比奥的账户都被标注，跨国举报战全面升级，华人社群炸开了锅。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态度强硬，军人如果在社群上庆祝事件，一律零容忍。各地高校、媒体、消防队甚至军职都出现了停职解雇潮。短短几天，从伦敦的首页烛光到美国校园里3万多份新申请，要建立美国转折点分会，一股保守派回到信仰、回到家庭的浪潮被彻底点燃。中国异议人士邓海燕，网名二大爷，近日因在社群平台 X 上发表针对美国右翼评论员查理·科克遇刺身亡的幸灾乐祸言论，引发舆论风暴。从画面可见，邓海燕在贴文中暗讽科克死得其所，随即遭到包括评论员张家敦在内的多名美国舆论领袖转发批评，直言必须调查、起诉并驱逐。中国政权正积极试图摧毁美国。相关推文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舆论压力持续升高。事件更因举报战升级，邓海燕批评推友悉尼奶爸向美国政府检举自己，反击指控对方尽管已移民澳洲，仍曾任职于中共“一带一路”相关部门，是在澳洲的中共肉喇叭，并直接标注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与澳洲内政部，质问是否该替对方举报一把。目前，邓海燕已被人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移民局、国土安全部及国务卿卢比奥等官方账号举报。网友海外爆料在 X 平台发帖称，网友们继续深挖二大爷 Alex 邓海燕的其他反川言论。下面这条宣称，川普对人类文明威胁远超普京和习近平的贴文，引起了共和党资深议员余怀松的注意。他说，二大爷这样的行为是美化暴力与仇恨，应该被取消签证并驱逐出境。自媒体人吴建民在节目中表示，目前原中共刑警二大爷邓海燕正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旅游，他手持美国绿卡，现在能否顺利入境美国仍有待观察。有分析认为，查理·科克的离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应，就是让中共派遣埋伏到美国社区的一批中共特务暴露了出来。现在他们就是紧急删帖，回避后果恐怕也来不及了。9月10号中午，科克在美国犹他州奥勒姆的犹他谷大学户外演讲和探讨活动中，遭远距单发击中颈部，送医不治。警方其后逮捕22岁罗宾逊。州长科克斯表示，嫌犯目前拒绝和调查人员合作，当局仍在理清动机。媒体报道称，侦查人员在弹壳上发现刻字，以及嫌犯与科克理念分歧的线索。嫌犯室友正配合调查。科克遇害后，不仅是在中文圈引起轰动，更是在美国的英语圈的社交网站上出现了一批嘲讽或幸灾乐祸贴文，引发一波言论代价风暴。几天内就出现一波职场后果，高校教职员、消防员、军职与媒体人，有人被停职或解雇。AP、CNN 等统计与地方报道都记录到这股趋势。MSNBC 资深评论员Matthew Dodd 因节目谈话遭解职，被视为压倒骆驼的第一根稻草。之后，多州高校与企业陆续解雇或停职员工。AP 统计与地方报道显示，至少10余起处分迅速落地。五角大楼态度强硬，军中如果有人发庆祝嘲笑贴文，一律零容忍。个案中，一名陆军上校因相关贴文遭停职调查。同时，匿名网站 Expose Charlie's Murders 查理的谋杀者上线，收集并公开指责、赞扬政治暴力的社群账号与职场资讯，舆论批评这类人肉与施压行为，恐伤及无辜。CNN、Weird 等媒体将其定调为协同的网络惩罚行动。
遇害2天后，遗孀艾瑞卡在直播前，镜头先对准丈夫录播课时的空椅，她引用圣经，哽咽说已告诉3岁女儿，爸爸只是跟耶稣去出差。她承诺 Turning Point USA 的全国校园巡回与节目不会停止，将把丈夫的理念推向全国乃至全球。与此同时， TPUSA 表示，短时间内收到3.2万至3.7万份在高校、中学新建分会的询问或申请，远超平日量级。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追授总统自由勋章给柯克，并呼吁支持者以非暴力回应，同时他谴责了激进左派。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暂代主持柯克节目，向全国发声，痛批极左暴力，表示政府会动用司法部与国土安全部处理煽动暴力的网络与组织。同场来宾史蒂芬·米勒表示，查理·科克曾跟他提到，美国政府有责任清除美国的左倾势力和激进的左翼主义，他将动员司法部、国土安全部打击煽动暴力的组织化网络。外界也注意到，他们把矛头指向索罗斯基金会等所谓进步资助网络。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媒体连线中重申对宣扬或合理化刺杀的外籍人士采取签证限制的意向。副国务卿也公开警告，外籍人士若在社群上美化暴力，将严厉采取行动，包含撤迁、拒发入境等措施。美国民主党阵营也出手止血，宣扬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政治暴力在这个国家没有容身之地，为左翼切割暴力叙事。桑德斯的公开切割声明发生在科克被暗杀之后，美国人民此前经历了乌克兰23岁美丽的女难民惨遭犯罪累犯无辜杀害等一系列悲剧之后，还会选举民主党上台执政吗？这确实值得怀疑和关注。或许有着社会主义民主组织背景的桑德斯的这种切割已经为时已晚。科克身后回到教会、回到家庭、回到传统的话语，在保守派社群迅速扩散，从亚利桑那的玫瑰经守夜到各州教会与校园的临时追思礼拜，宗教与会重新进入公共场域。支持者的叙事是，科克之死唤醒了美国，让保守派更勇敢发声，也让原在左圈的人反思脱离。TPUSA 美国转折点申请分会暴增，9月21号大型追思会将至，都是迹象。从英国的伦敦、澳洲的悉尼到德国的柏林和南非等多地举行蜡烛守夜与祈祷悼念。伦敦白厅的转折点 UK 集会高喊不要被沉默，包括匈牙利、德国选择党等政界人士把这起枪击视为自由派仇恨运动的受害者，强调家庭、国界、宗教等传统价值。就连科克曾经到访过的韩国13号也有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高举科克的照片和捍卫自由的标语。他们说，查理·科克教会了我们自由的语言，所倡导的反共、反极权精神在现今的韩国依然适用。从艾瑞卡和耶稣出差的安慰到全球首页，圣经章节在讲台上反复被引用。科克之死的确让信仰话语强势回归。从美国转折点激增、志愿者涌入到不要沉默的标语，成为年轻保守派的精神口号。一场更大范围的保守动员正在形成。如果说科克留下的讯息是回到传统、回到神，那这条路能否不靠愤怒，也不靠猎巫，而是透过家庭、教会、社群的正向重建来说服人心呢？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